大家好，我是 Mokio 阿莫。我今天一早就快閃東京，我已經把我的行李放在拉克裡面了。我上這背着我的背包，跟我的 GR， 還有我的 iPhone 來進行東京的20小時快閃拍攝計劃。我給自己設下一個很有趣的一個限制，在24小時內我只能花1000塊錢，1000塊錢日幣。因為以往我們拍攝一些 Vlog 就是預算就是去最好的地方，但是我拿了 GR 就是散步的浪漫呢、東京這邊附近走來走去拍攝一些我喜歡的街道跟街景。現在是早上6點25分，我的東京開始街拍計劃啟動，反正還蠻期待的，就是能遇到什麼。那第一站呢，因為現在是11月底，然後我打算走路去東京大學那邊去拍攝壯觀的銀杏大道。現在外面是清晨，那這一次的拍攝計劃裡面，主要是用 iPhone 來錄影，GR 來拍照，就來看看說這樣最簡單的組合裡面可以拍出這樣的畫面，還蠻興奮的。就是第一次這樣做這樣的企劃。為什麼想要做這樣的企劃呢？就是在一個極限挑戰裡面，到底可以做多少的事情？東京車站前面的銀杏樹，然後這邊就是東京車站，太浪漫了吧，太浪漫了。從東京車站一出來就遇到第一個美景。現在是6點40分，希望可以在8點前到東京大學拍銀杏大道。我使用 iPhone 17 Pro 的4倍長焦拍攝，人在那邊走，好像電影畫面。銀杏樹跟高樓建築，陽光出來了。我在這裡拍太久了吧？你看现在都沒有人，然後整個銀杏大道、東京車站，還有背後的日出，真的太 incredible 了。還有很多亮起來的路燈，有沒有可愛的路人？哦，這個構圖超好看的，可愛的路人跟他們。秋天的東京實在是太美了。東京大學。沿着皇居走過去就可以了。人是不是一到老啊，就會那種很想要交朋友？因為我們的生命的時間已經不多了。現在步行45分鐘到東京大學。現在的東京氣溫只有6度而已，但是很舒服哎。遠遠的那裡好像看起來很漂亮。我決定改走另外一條路去東京大學。我是不是太興奮？我想說，我剛剛突然想到說，我現在這麼興奮。然後下午我應該是死掉了，晚上就更活不下去。東京怎麼圍一個三角錐，都圍的可以這麼有美感，很認真排哎，精神太好了。我明明就沒有睡多少。那路人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好了，完美。我做到一張很好看的照片，超級藍天，真是有夠幸運的。我覺得這次企劃就會超級成功，因為天氣實在太好了。飲料哎，好想喝哦。我現在大概走了多久了？怎麼還有2.6公里？想喝飲料，好想喝飲料，好想喝咖啡哦，好想喝熱騰騰的咖啡。現在是7點25分，我還沒有走到東京大學。可是我已經覺得累了。果然是一開始來東京真的太興奮。我想說，1000塊的挑戰應該難度剛剛好啊。我非常喜歡那個東大學區這附近的氛圍，感覺非常的好。住在這邊應該超級舒服的。下次有機會應該在這邊的民宿住住看，很生活。對，而且這邊都是3到5樓的建築，住起來超級舒服的。這一次走來這一區，快走到了，直走在大路左轉，就到了東大正門。紅色圍牆出現，來東京那麼多次，第一次來到東大，所以住在學區旁邊是最棒。現在時間是8點鐘，我已經走了4公里的路，從6點半走到8點，主要是肚子餓更渴。我在想那個1000塊的分配的問題。晚餐一定要吃好一點，基本上12小時之後想吃一碗比較熱腾腾的拉麵，其他時間只剩下500塊日幣可以分配，所以可能11、2點的時候吃一餐，然後到清晨12點的時候再吃一點小東西，所以最後可能在早市再吃一點早餐。希望我的1000塊可以照我的預期這樣花。哇，我到了東大正門了，太開心了！來，我們第一次進來，好興奮哦！打開，校園的氣氛加上銀杏，超級美的。東大的銀杏雖然比較稀疏，但是因為有一些建築在裡面，就很好看。建築超美的，就是肚子餓有點比較美中不足。哇，但是這個銀杏有夠金黃的，你看銀杏有夠金黃的，坐在銀杏樹下面超夢幻的。這個樹，這個銀杏樹太壯觀了。像我們在拍銀杏樹的時候啊，如果跟銀杏樹一起合照，這樣子就頭上長樹。所以一般來說，我們會把風景放旁邊，人擺右邊，然後這樣子人跟景要分開，那拍起來的景色就好看很多。
好，現在構圖是用遠方的一點點光線往下面延伸到地板的銀杏。現在是要離開東大了。我們現在的時間是12:20。我真的很喜歡東大這個環境，因為有非常多的紅磚建築，加上今天天氣非常好。一開始在整個20小時企劃的第一站東大，我就覺得非常的讓人驚訝。然後現在我就要去蠻喜歡一個地點，叫做御茶之水。到了御茶的水，飛到這裡就覺得到處都是樂器耶，看到就很開心。現在的時間12:45。剛剛那太累了，然後走到那個明治大學的博物館，裡面有個超級舒服的休息空間，然後我還在裡面裝了水，免費的水哦，我就整個大復活。尼古拉堂正式名稱叫做東京復活大聖堂，是日本東正教的本部。最大特色在日本是它是一個很有名的一個拜占庭建築，建造於1891年。被大地震摧毀之後，在1929年重建，非常的雄偉的建築。尼古拉堂，真的很有趣，3台火車一起從不同的方向進來，難怪他就說聖橋這邊拍特別有層次感。聖橋這邊是指南聖的聖，是指東京復活大教堂，而北邊的聖是指湯島聖堂，所以說聖橋意味着連接於聖人與聖賢的橋梁。我們常說它是一個東西文化不同的智慧的交匯點，真的太有趣了。雖然我對那種歷史的東西都不是很熟，但是這樣透過實際去探訪，這種體會感真的是很不一樣。所以就是湯島聖堂。那我們現在會到的地方是在旁邊正朝門那邊，所以往下面走是義德門，可以走到它的主殿。那我们进去看看吧。這邊是路德門，真的太壯觀了，很難得哎，就是來日本參觀的是孔廟，而不是神社。但是我覺得蓋得非常好，真的超舒服的。哇，也太美了吧！你看地上這光影，這落葉，這個黃色感，倒影的太漂亮了。那導演的質感也太美了吧！你看，謝謝三生有幸，風都吹動了。人生如夢，夢如人生。這是大成殿，一般來說都是孔子誕辰的時候才會打開的。這個窗，這個光線，這個時間點，夕陽剛好進來。一個窗就是一幅畫，2扇窗就是2幅畫。樹在動的沙沙聲，一種治癒的感覺。眼前只有那種瓦綠色，還有銀杏的紅色，還有乾淨到不行的藍色，整個畫面如此的單純。鏡中世界真的很有趣，它把世界分為虛跟實2種意象，那我們就活在虛跟實之間。你可以看到虛，也看到實，虛實是共存的，只是你可以選擇你要看哪一面。我們都活在光與影的交界，真的很有意思。很多思緒在這個地方裡面會呈現。這跟剛剛看的東京大教堂有點不太一樣。東京大教堂是一種有點距離感，就是你今天要進去之後，相信它這種感覺。那在這個孔廟裡面，這是一種跟自然融合的感受，更喜歡那種跟自然融合的感受，因為本身自然就是個很美妙的恩賜，那種很深的連接會讓人比較感覺到靈魂上面的放鬆吧。我更喜歡這種日常感。接下來前往我們今天下午的最後一個目的地——成田明神御茶之水這一區，真的很有意思哎。但是它在這麼小的地方，就有這麼多的不同文化的衝突，拍照感覺會完全不一樣。以前就想要拍美的東西，
但是現在透過拍照，你可以更了解當地的文化，這種感覺就比較深入，比較好玩。現在的時間是2點45分，然後我的1000塊錢還沒有花。如夢幻泡影，人生如夢幻泡影，死了什麼都沒有了，真的嗎？死了什麼都沒有，應該說死了，你現在所在乎的什麼的，這些都是虛假的。活着才是短暫，死亡才是永恆。怎麼選擇來這個地方，是我們自己的選擇。你為什麼要來這個世上，也是你的選擇。所以我們要反過來，我在活的時候選擇來這個世界。這是神田神社，一看就覺得是個很漂亮的神社。那神田神社大家知道最有名就是神田祭，那神田祭跟京都的紫園祭、大阪的天神祭共列日本的3大祭。網絡的資料是說，神田神社是江戶總鎮守跟勝利之神，所以最初建於730年，至今已經有1300年的歷史，守護整個江戶的中心區域，包含神田、日本橋、秋葉原、丸之內跟築地市場，是地位極高的神社。哇，这看起来好好吃哦！不行啊，越看肚子越餓。剛剛在神保町在走旧書攤的時候啊，整個都晃一圈，大概20分鐘，我就發現應該不是那個地方很無聊或很無趣，而是因為我肚子餓，所以我根本就沒有拍照的興致。所以心情真的很影響拍照的情緒。心情好，其實一些很平凡的角落都會覺得還蠻好看的。那就不要逞強了，我們去找一間超市去買東西吃吧。Go go！ すみません、I want cash pay。はい。はい、1000円お預かりします。はい。754円のお返し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今天第一餐246日元，才剩餘754塊。我剛才在買東西的時候，我想說，到底要買什麼呢？要買便當的話，應該要等到8點過後，超市打折再買。然後希望可以買到300-400塊超市便當。今天第一餐，好吃。我買這個是因為它便宜又大罐，這樣感覺很像是那種學生大聯航出來玩的感覺，很便宜，盡可能去更多的地方。還記得以前為了大聯航，就是半夜1點到機場等第一班的5點的火車。然後其實我們長得越大，好像擁有了越多東西，但也沒有真的比較快樂。以前學生這樣子沒有錢也是很快樂，有錢就想要過更好的方式，更好的生活。那快樂的法值就越來越高。我從小就喜歡到處走，然後拍照只是剛好而已。有一種喜歡就是說，你就很習慣去做它那種喜歡。所以我覺得散步跟拍照就是我那種自然而然的喜歡。它沒有什麼刻意的感覺。我想要回到那時候最單純的自己。VR 跟 iPhone 就是記錄我所看到的那些過程而已。然後因為他們倆都很輕便，然後又很蠻可靠的，我覺得本身可以拍出我想要的一些氛圍跟畫質。他們這是我記錄的工具。重點還是我本身，有趣的東西就是有趣，有感受都有感受，然後覺得感恩的地方感恩，覺得被震撼的地方被震撼到。然後無聊的地方也很無聊，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我想要做這個企劃的原因。因為有一天我在 YouTube 我有追蹤金魚腦，那我看到一個東京20小時企劃，它就是引起我的非常巨大的念頭，就是我也想要拍20小時在東京拍，只是在東京20小時不睡覺攝影，然後我搭了地鐵，然後要吃什麼吃什麼，預算無限，地點也無限，那就是爽爽遊啊。這種有什麼好看的？我自己就覺得沒有什麼好看的。如果在錢很少的狀況下面去拍照，那為什麼不一樣？1000塊日元，東京24小時，我能看到什麼？所以就來東京。然後半夜我應該會去拍銀座，清晨我會去築地市場。最希望的就是我有剩錢，可以在築地市場吃早餐，那是我最幸福的時刻。很久沒這樣精算錢了，也蠻有意思的。謝謝你陪我吃晚飯。現在是4點半，書店街裡面的氛圍，那其實裡面的氛圍超級好的。我现在在皇家醫院這邊。我在白天的時候啊，就很喜歡用 iPhone 來拍照，因為取景的角度會比較多。我可能會有1倍啊、2倍啊、4倍啊、8倍啊。0.5倍超廣角，各種不同的角度取景。可到了晚上，我更喜歡用 GR 來拍照。我只要把 GR 對焦感 Snap 對焦設置在5公尺，然後把快門速度調整到0.5秒，這樣子隨便拍。夜晚的那種黑金流動跟金色的銀杏兩個搭配起來超級有個好看的，然後就會拍出黑金感。各種不同的季節，就拍出不同的畫面。
晚上6:35，我又回到了東京車站，然後剛好这邊黃色燈光打下來，天空還有一點點微藍色，你去改變一下白平衡，那就可以拍出背景很藍，場景也很黃的一個顏色。眼前超多人的，這裡拍起來感覺真的很好，沒有什麼人。OK，cheers。今天做很多善事，幫很多人拍照，免費攝影師達正。剛剛用 GR 跟 iPhone 拍的感覺啊 ，iPhone 雖然計算攝影可以把整個夜晚拍得有夠漂亮的，但 GR 真的拍得蠻有氛圍的，不一樣。而且 GR 1秒防手震，其實在夜間裡面這種夜間的光度就會拍得蠻好的，所以也不一定要用 iPhone 的計算攝影。這或許是個人偏好。目前東京車站前面的銀杏是我的第1名，這麼多人在旁邊拍照。看到丸之內有一個聖誕市集，就走進來看一下。我真的很喜歡那種東京啊辦活動。然後把所有的道路都封了，它旁邊也沒有車。我一直希望有一天我們的迪化街也可以這樣子，有什麼節日啊，就把街全部封了。然後重點是裡面店家的車全部都撤出來，它就變成國際性的觀光景點。迪化街就有這個潛力。便當，晚上9點我來了，可以吃晚餐了。便當，居然便當沒有便當哎。太扯了，便當全部賣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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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誇張啊！真的是太悲催了，這麼大家一間超市，居然便當全部被買完。然後唯一可以選的是香蕉，但我又不想吃香蕉。現在我就要去找我的晚餐到底要吃什麼，真的是太讓人震驚了，沒有想到，我繞了2圈，我居然說怎麼可能沒有便當？好了，就這樣子，我去找我的便當吃。還有我在那個新橋找到一個20小時的超市，我要一個好吃的400塊便當。找到我的便當店了，再來看看有沒有便當。超糟糕的，這個半額我也沒有想吃，然後其他就是10%，那還不如去吃店裡面。我不想來吃麵包，牛蛋的話可以配什麼東西？蛋白質配麵包。蛋白質燒肉飯。那麼我的晚餐花了347塊錢。我的晚餐買了3顆水煮蛋、燒肉飯，但是燒肉飯好餓。人生最刺激的吃晚餐10顆。微波以後好好吃，把這3顆蛋都微波好了。現在已經是10點10分了，還有8個小時。水煮蛋真好吃，寒食吃了第2頓。哦，這家全家有得住，晚上說不定可以坐在這裡。全家休息的想法泡湯，他只能在座位席用到半夜12點就要離開了。還好唐吉訶德有廁所，太好了，吃過飯上完廁所，再喝個水。晚上時間變慢，我坐在這邊休息一下。就這樣。真的很難以想象一天可以走這麼多路。目前走了38093步，移動距離移動了2.99公里。這也是東京20小時拍攝計劃。目前已經12點5分，我在唐吉訶德坐了半小時，然後我覺得還是要花點小錢去找個地方休息。那我剛剛查了附近日比谷的麥當勞是24小時，所以我決定在日比谷那邊再待個2個小時休息。看看那夜生活長什麼樣子。第一次來東京的時候，我也是在外面散步到天亮。那時候其實覺得東京其實沒有分白天跟夜晚，晚上還是很多人，一直到12點。真是的，我想得太好，現實情況不是這樣子。所以在半夜在外面找個休息地方，真的是超級困難的事情。所以休息是一個很昂貴的成本。我把半夜想得太簡單了，依照我淺薄的知識，這個事情超級困難。雖然剛剛說到那個之前半夜不睡覺，一直拍到天亮的經驗。我發現那種主動跟被動是不一樣的。你雖然半夜不睡覺拍到天亮，但是你知道說，我可以回去旅館睡覺啊，我不想泡就回去休息。然後現在是我一樣在外面晃，但是我沒有旅館可以回去休息，想要在外面找一個可以休息的地方的時候，你就會發現，原來這件事情超困難的。可以坐着喝飲料的店，麥當勞、全家，他們到半夜12點的時候就會關閉所有座位區，但是我也不可能一直這樣走來走去。現在我的目標就是走走看一下環境，然後拍照。我就開始有很多人會找地方休息，坐在地板上，坐在任何地方，我也是其中的一員。然後光是我左邊前面就有個日本人在睡覺，
其實真的很多人宿醉。我剛剛還看到一個前撲到地板上，然後在地上倒好一陣子才起來。看來我今天要爆肝了，我的肝無法休息。刚剛走過晚上的銀座，整個街角都是穿着西裝的男生，路上全部都是穿着很漂亮的女生。好，另外一種生活開始，流浪的人，流浪的街道。以上是我的片面之詞，這我只是一個很直觀的感受而已，沒有那個任何的憑據。所以如果在這樣街道上一直走無法休息的話，會死掉了。但是想找個地方比較溫暖一點，可以坐着簡單喝個飲料，400塊日幣還是可以吃點東西的。就是築地的早餐沒有而已，可以接受，我就決定這樣決定了。好，找找看。我花了52塊錢買了一瓶水，現在是1點10分，最後結算的金額還剩下353塊錢。我這樣講一個好笑的事情，就是剛剛我在從商店裡面出來的時候，就看到一個女生也坐在外面，她有跟我一樣無家可歸嗎？其實他們有個無家可歸，在當他朋友而已。人真的是你的心境就會覺得影響你的判斷，你認為這個世界怎麼樣，其實你就是怎麼樣。這也是事實。我今天學到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課，這個世界是你所想象的樣子，所以才會變成這個樣子。還是時候該放下自尊的，想要休息的地方就去那個地方休息。最後300塊，為了坐的地方在這邊休息。現在是2點。2點，我破產了，這邊只有250塊日幣，因為我買了這個水，所以我就沒有300元日幣。怎麼會？清晨3點20分，我前往築地市場。最後，所有事情還是出自預料之外，就是我想象中的1000塊日幣花費，完全都沒有按照我的想法。我口袋裡面最後剩下53塊日元。人生總是不斷的出其不意，無法預測才是真正的人生。銀座夜生活結束。銀座夜生活真的是不太能拍，因為就很多男生女生，我怕一拍了就很麻煩。先這樣吧，到築地再聊。當初我的第一張 GR 就在這邊拍的，真的超懷念的。到了築地市場了，上次來是12年前，日本他們發表會的時候，然後第一台 GR，那時候跟着攝影師他們來築地市場拍照。清晨的時候來，5點的時候，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來日本，所以超級新鮮的，印象很深刻。那時候我就記得晚上不睡覺，在6本木走到天亮，然後就直接就跑來这邊築地來拍照。那時候拍的照片還蠻多，放進我的 GR 的書的攝影的經驗。以前拍照跟現在拍照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於說，以前拍就覺得自己拍超級好的。現在覺得自己其實就是一般，已經習慣了這種好。然後我也在思考啊，街拍這件事情要怎麼做會比較好？因為街拍其實是個很吃力不討好的工作，不是工作啊，嗜好。可你也把它當工作的話，就像我這樣工作其實是蠻困難的。所以街拍拍得好，不代表什麼，因為街拍很難接案，就是拍了好幾個小時，也不一定可以得到一張很好的照片。它又很吃環境、光線、現場。所以2013年的時候，當我拿我GR的時候，那時候我還是信心爆棚，就覺得我什麼隨便拍都很好看。其實不知道，這隨便拍都很一般，自己覺得好看。1000日元，東京20小時，我能拍到什麼？這個企劃其實還蠻多感想的，因為這是我第一次人生做這樣的攝影企劃，也是我自己自願的。我上一支影片有說，把你看見的東西拍下來，就是攝影最浪漫的事情。就是或許我一直在印證這句話，把你看見的東西拍下來，難的就是說你看見了什麼東西，這是我想做這企劃的原因。1000日元，東京24小時，你看見了什麼東西？不過這趟旅程或許對別人沒有什麼意義，但是對我來說是很有意義的。人生其實很多事情都蠻艱難的，就像我在那個東京的半夜所看到的很多畫面啊，轉眼間已經過了2013年到現在2025年，我還是依然是那個我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不是為了錢，但是有錢很好，但是不是為了錢。天亮了，現在是6點5分，還有25分鐘就到6點半了。這個剩下的時間我就來總結一下這次學到的東西。第一個，我把一切想得太美好了。這些環節從早上
到下午到晚上，然後到半夜到清晨，每個環節應該都會拍出很精彩的照片啊。主要是這個原因，就是會覺得太過相信自己的判斷，不是相信能力，是相信你的判斷。不過我還是很開心可以做這樣的企劃，因為做這樣的內容可以讓我更了解我自己。第二個，1000元企劃會帶來什麼後果我也不知道，我沒有想到我會走這麼多路，因為這畢竟是我想要做的事情。那我想要做的事情，我做的過程也是很快樂的，所以我有更多的想法，就是說美感的拍攝、美感的解說，去闡述自己喜歡的事物。好，最後來給大家看我的53塊錢，感謝大家的參與，我是阿莫，我們下次見。